在乳突的上边有一个微微的弧线，那么这个位置就是胸锁乳突肌在乳突上面的附着点。那么这个往后衔接的是哪儿呢？接的是上象限。上象限是哪里呢？就是斜方肌啊，在颅骨上面的附着点。胸锁乳突肌它是跨越了颈部的侧面，一直长到了前面，连接到胸骨上。它的趋势从侧面看是这样的。这是胸锁乳突肌的一个主体。那么在它大概中间的位置还会分出来一块，这一块是胸锁乳突肌的锁骨端，它是连接到锁骨的。然后再看一下和它挨着的后边的这一块，后边这块就是斜方肌。那么斜方肌呢，它在肩胸部的时候我们也有讲过它是一个跨越了好几个部分的肌肉，所以呢在不同的部位里面我们有对它不同的运用方法。这边连的应该是肩峰，那么肩峰呢连接的是肩胛冈，肩胛冈也是斜方肌的一个附着点，这个在肩胸部的时候我们讲过。这就是从侧面看这两块主要肌肉构成了颈部的主要形态。那么在舌骨上也有一块比较重要肌肉，它附着的是下颌骨的下边缘内侧，这一块叫下颌舌骨肌，很好理解，它是附着在下颌骨和舌骨上，这叫下颌舌骨肌。然后再看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之间，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之间啊，它有一个窝，就是中间的这个窝。这个窝呢，基本上成两个部分，上部它是在颈部的侧面，向下呢它有一个旋转，转到了肩部的顶面，并且呢稍微有一点斜朝上。从我们的锁骨到肩胛骨构成了肩带，也叫肩锁关节带。所以在下半部分的这一块啊，在肩锁带里边的这个窝叫肩锁窝。那么在上半部分这一块呢，它在颈部侧面，咱们就管它叫颈侧窝就可以了。在这个窝里边呢，它会有一些肌肉显露出来，我们可以这样来分。因为它的起点和止点我们不需要去掌握，因为比较复杂，而且呢也比较多。大概呢从中间斜朝后画一条分界，那么在这条分界的前边，我可以分出来3束，大概这么3束。这3束分别是什么呢？分别在前面的是前斜角肌，中间的呢叫中斜角肌，后边的叫后斜角肌。当然后斜角肌的附着点会更低一点，它露出来的会更少一点，有的时候它的上边是被压住的，被遮住的。前斜角肌和中斜角肌，它们的附着点都在第1根肋骨上面，后斜角肌呢，附着点在第2根肋骨上面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它们再往上，它还是这个倾斜趋势，这块叫肩胛提肌，这一块叫头夹肌，然后上面这块叫头半脊肌。它越往上的话呢，这个趋势应该越直，这些肌肉就通过这个空隙露出来，但是在人体的表面很难看得到它们的存在。那么除非是在一些比较偏瘦的人或者肌肉非常发达的人身上呢，能看得出来，那也得在某些特定的动作下，比如说抻脖子让这块肌肉呢绷起来，才能显露于体表。这是胸锁乳突肌和斜方肌之间窝里面的一些肌肉。对于这里面的肌肉呢，大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就足够了。然后还有一块从舌骨上面出来，倾斜向下，在胸锁乳突肌的底部穿过来。然后在这个窝上面有一点显露，再从斜方肌的下边过去到后边，到哪儿呢？后边连接到肩胛骨上面，所以呢这一块叫肩胛舌骨肌。能在体表找到它的就是红色的这块部分和这块部分。那么只有颈部在使劲往另一侧抻，把它拉起来了之后，它才能够在体表上看到一点点。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如果遇到了它这种情况，那么知道是它产生的这样的起伏，把它表现一下就 OK 了对于它呢，掌握这些就够。